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真的让我百感交集，既感慨又心酸。这个故事关于两岸婚姻中的医疗差距问题，也许会颠覆一些人对台湾医疗的认知。很多大陆人对台湾印象就是小穷，但实际上，台湾的医疗水平和福利制度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小林和阿辉。小林是江苏姑娘，在上海读大学时认识了来交换的台湾男生阿辉，两人一见钟情，经过2年的异地恋，终于修成正果。小林嫁到了台湾，定居在台北。婚后生活温馨美满，阿辉对小林体贴入微，小林也很快适应了台湾的生活。当时觉得台湾真的很小，从台北到高雄坐高铁不过1个半小时，整个岛比江苏省还小。小林说，但是生活品质特别好，空气清新，饮食健康，医疗服务也特别贴心。小林刚到台湾时，对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感到十分惊讶。在台湾，几乎所有居民都能享受到相对低廉的医疗服务。我记得第一次感冒去诊所，挂号费才几十元新台币，拿药也不贵，加起来不到500元新台币。小林说，而且医生特别耐心，会详细解释病情和用药。就这样，小林和阿辉在台湾平静地生活了5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小花，生活本该继续平淡幸福下去。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小林接到大陆妈妈的电话，说爸爸突然倒下了，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我爸平时看起来那么健康，怎么会突然就成了晚期癌症？小林哭着说，阿辉二话不说，立刻帮小林订了最快的飞机票回大陆。小林赶回江苏老家，看到躺在病床上憔悴不堪的父亲，心如刀割。医院给出的诊断是肝癌晚期，已经扩散，预计生存期不超过半年。当时医生建议做一些缓解治疗，说实话就是让我爸走得不那么痛苦。小林的眼泪不停地流，但是一想到才60岁的爸爸就要这样离开，我真的接受不了。小林每天守在父亲床边，看着他因为疼痛而辗转反侧，心如刀绞。而这时候，阿辉做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他要把岳父接到台湾治疗。你疯了吗？爸都这样了，折腾到台湾去干嘛？让他在家乡安安静静的走不好吗？小林的哥哥质疑道。是啊，回台湾有什么用？那边的医疗条件能比大陆好？台湾那么小，能有什么先进技术？小林的妈妈也不理解。在大多数大陆人的认知中，台湾小而穷，医疗技术应该比不上大陆发达城市。尤其是这些年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各大城市的3甲医院设备先进，不少人认为台湾医疗水平肯定落后于大陆。但阿辉坚持自己的观点，台湾的医疗水平在亚洲是数1数2的，尤其是在癌症治疗方面。而且台湾的健保系统会承担大部分费用，不会给家庭带来太大经济负担。小林知道丈夫不是无的放矢的人，他在台湾是一名医疗器械销售代表，对医疗体系非常了解。在阿辉的坚持下，小林一家人同意了这个冒险的决定。办理手续并不容易，首先要给病重的岳父申请赴台证件，还要安排医疗包机，因为普通客机不接受这种情况的病人。阿辉一个人跑前跑后，花了整整1周时间，终于把所有手续办妥了。当时看到阿辉为了我爸这么拼命，我真的很感动。他不仅要处理各种复杂的手续，还要承担高昂的包机费用，10几万人民币就这么花出去了。小林说，但他从来没有犹豫过，一直说人命关天，钱不是问题。就这样，在阿辉的安排下，小林的父亲被专机送到了台北。一下飞机就有救护车在等候，直接将病人送往台北最顶尖的癌症医院之一台大医院。小林的父亲被立即安排进行了一系列详细检查。台湾医生的认真程度让小林一家人都感到惊讶。台湾医生看诊时间特别长，会非常详细的询问病史，检查也特别全面。小林说，不像在大陆，医生经常是3分钟看完一个病人，根本没时间详细了解情况。检查结果出来后，台湾医生的诊断让所有人震惊，这并不是小林父亲被诊断的肝癌晚期。当时主治医师拿着检查报告找我们谈话，他说我爸并不是肝癌晚期，
而是一种叫做肝血管瘤的良性肿瘤，只是体积较大，压迫了周围组织，导致疼痛和不适。小林说，我当场就哭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台湾医生解释说，肝血管瘤和肝癌在影像学上确实有些相似之处，但通过他们先进的检测技术和经验丰富的医生判断，可以明确区分。关键是肝血管瘤是良性的，虽然需要治疗，但预后远比肝癌好得多。医生说，这种情况在台湾也时有发生，有些患者被误诊为肝癌，实际上是良性肿瘤。阿辉补充道，台湾在肝脏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有特别丰富的经验，因为台湾曾经是肝炎高发区，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深入。这个消息如同一道光，照亮了小林一家人阴霾的心情。从等死到可以治疗，这种心情的转变是巨大的。小林的妈妈当场就给阿辉跪下了，感谢他救了老伴的命。当时我婆婆激动得不行，一直说幸亏有你啊，不然老头子就真的等死了，把阿辉都弄得不好意思了。小林回忆道，接下来医生为小林的父亲制定了详细的治疗计划。由于肿瘤体积较大，需要手术切除，但手术风险相对较低。更重要的是，术后恢复良好的话，可以恢复正常生活，手术很成功。台湾医生的精湛技术再次让小林一家人赞叹不已。手术后第二天，主治医师就亲自来查房，详细解释手术情况和接下来的恢复计划。小林说，而且护士态度特别好，病房环境也很舒适。小林父亲的恢复情况超出预期，1周后就能下床走动，2周后就出院了。出院时，医护人员还特别准备了一个小蛋糕，祝贺他重获新生。看到爸爸一天天好起来，我真的特别感谢台湾的医疗系统。小林说，如果不是阿辉坚持把爸爸带到台湾，后果真的不敢想象。而让小林一家人更加惊讶的是医疗费用。由于小林父亲不是台湾居民，不能享受健保，需要自费治疗。但即使是自费，总花费也只有30多万新台币。这个价格在大陆的大城市，可能连3甲医院的重症监护都住不了多久。小林的哥哥感叹道，而且服务质量和诊疗水平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这次经历让小林一家人对台湾的医疗系统有了全新的认识。台湾虽小，但在医疗方面确实有其独特优势。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真的很了不起。阿辉解释道，每个台湾居民每月只需缴纳几百到1000多元新台币的保费，就能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即使是重大疾病，个人负担的部分也很有限。在台湾，医疗资源分配相对均衡，不管是台北还是偏远地区，都能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且，台湾特别重视预防医学，定期体检的覆盖率很高。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人均寿命能达到80岁以上的原因之一。这次经历让小林一家人深刻认识到台湾医疗体系的优势。小林的父亲在台湾养病期间，亲身体验了台湾医疗服务的各个方面，这些都让他感触颇深。台湾医院的随访制度特别完善，小林说，出院后，医院会定期电话询问恢复情况，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咨询主治医师。医生还会给病人留个人手机号码，这在大陆简直不敢想象。小林的父亲在台湾休养了3个月，期间每2周回医院复查一次。每次复查，医生都会花大量时间解释检查结果，详细询问恢复情况，还会根据恢复情况调整治疗方案。在台湾，医生真的把病人当人看，而不是一个待处理的案例或者数字。小林的父亲感叹道，每次去医院，医生都记得我的情况，甚至记得我上次提到的小问题，这种被尊重的感觉真好。而让小林父亲最感动的是，在他回大陆前，主治医师特意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中文病历和后续治疗建议，方便他回大陆后继续治疗。医生甚至帮我们联系了上海的一位专家，把我爸的情况详细交代了一遍，确保回去后的治疗能无缝衔接。小林说，这种负责到底的态度真的让人感动得不行。小林的父亲康复后回到了江苏老家，这次的经历让他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他成了亲友圈里的网红，大家都想听听他在台湾的神奇经历。以前总觉得台湾小，能有啥先进技术？现在才知道，人家虽然地方小，但医疗水平真不是吹的。
小林父亲逢人就说：“别看台湾那么小，人家的医疗技术可不比咱们这儿差，某些方面还强多了。”通过小林父亲的经历，他的亲友们也了解到了台湾医疗的一些特点。首先是全民健保制度，台湾自1995年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几乎覆盖所有台湾居民，每个人只需支付相对少量的保费，就能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即使是重大疾病，个人承担的部分也有上限，不会让一个家庭因病致贫。我一个表姐前年查出乳腺癌，手术加化疗，花了家里将近50万人民币，现在还在还债。小林的一个亲戚说，如果在台湾有全民健保，可能1/10都不用花。其次是医患关系，在台湾，医生与病人之间建立的是一种平等、信任的关系。医生会花足够的时间与病人交流，详细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大陆，很多医院一个医生一天要看上百个病人，哪有时间细说啊？小林父亲说，但台湾医生看诊时间长，会问很多问题，真的把你当一个独特的个体，而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第三是预防医学的重视，台湾非常重视疾病预防和早期筛查，定期体检的覆盖率很高。政府还推出各种健康促进计划，鼓励民众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在台湾住的这几个月，发现台湾人特别注重健康。小林父亲说，公园里总是有老人家在运动，饮食也特别健康，不像我们这儿大鱼大肉才算好。第四是专科医疗的发达，台湾在某些专科领域，比如肝病、癌症治疗等方面有特别深厚的积累和研究。由于历史原因，台湾曾是肝炎高发区，因此在肝脏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台湾医生说，我爸这种情况他们见多了，有非常成熟的诊疗方案。小林说，而在大陆，可能因为经验不足，才会导致误诊。最后是完善的转诊制度，台湾的医疗体系分级明确，从基层诊所到区域医院再到医学中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医疗网络。患者通常先去基层诊所就诊，如果需要更专业的治疗，医生会帮助转诊到上级医院。这种制度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也确保了真正需要高级医疗资源的患者能得到及时治疗。阿辉解释道，不像在大陆，大家都挤去大医院，结果小病也得排长队。小林父亲的故事在亲友圈传开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对台湾的认知，特别是在医疗方面。以前总觉得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医疗水平应该也比不上。小林的一个远方表姐说，现在才知道人家起步早，底子厚，在医疗这块确实有优势。而小林的父亲更是台湾医疗的忠实粉丝，他经常在老年人聚会时分享自己在台湾的经历，甚至还策划着下次去台湾旅游，顺便做个全面体检。说实话，如果不是这次生病，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去台湾，更不会知道台湾医疗这么发达。小林父亲说，现在想想真是因祸得福啊。小林的母亲也被台湾医疗深深打动。作为一个传统的大陆女性，她一直对台湾有些偏见，总觉得女儿嫁到台湾是下嫁。但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她的看法。以前总担心玲玲在台湾生活不好，现在看来是我瞎操心了。小林母亲说，台湾虽小，但民生方面真的比咱们做得好，特别是医疗，真是让人放心。小林夫妇的故事还在继续。在父亲康复后，小林也开始更加关注两岸的医疗差异，甚至萌生了在台湾开设健康咨询公司的想法，希望能帮助更多大陆患者了解台湾医疗，在必要时寻求台湾的医疗帮助。这次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信息不对称的可怕。小林说，如果不是阿辉了解台湾医疗情况，我爸可能真的被误诊耽误了。我希望能帮助更多像我爸这样的患者获得更准确的诊断和更好的治疗。阿辉也全力支持妻子的想法。作为医疗器械销售代表，他对台湾医疗体系有深入了解，愿意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帮助更多大陆患者。其实两岸医疗各有优势，阿辉说，大陆近年来在尖端医疗技术和设备上投入巨大，某些领域甚至领先台湾。但台湾在医疗服务质量、全民保障和某些专科领域有明显优势。如果能优势互补，对两岸民众都是福音。
2年后，小林和阿辉的健康咨询公司正式成立，专门为大陆患者提供台湾就医咨询服务。公司成立不到半年，就帮助了数十位大陆患者赴台就医，其中不乏像小林父亲这样，在大陆被诊断为疑难重症，在台湾得到更准确诊断和更有效治疗的案例。有一位河南来的阿姨，在大陆被诊断为胰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活3个月。小林说，来台湾检查后发现只是慢性胰腺炎合并囊肿，经过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每次想到这些案例，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而小林的父亲，这位因祸得福的老人，现在成了公司的义务宣传员，经常在各种场合分享自己的经历，鼓励有需要的患者寻求更多医疗意见。不要轻易放弃希望，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活到90岁，亲眼看着我外孙女长大成人。小林父亲笑着说，如果不是这次去台湾，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我要好好珍惜这捡来的生命，也希望能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小林母亲也有了新变化，在丈夫康复后，她开始学习养生保健知识，还参加了社区组织的健康讲座，成了小区里的健康达人。我以前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忍忍就过去了，现在知道预防和早发现有多重要。小林母亲说，我现在每天都会提醒老头子按时吃药，定期复查，饮食上也特别注意。小林一家的故事是两岸民众增进了解、互相帮助的缩影。通过这样的民间交流，两岸的误解逐渐消除，彼此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其实两岸同胞都是一家人，阿辉说，政治上有分歧没关系，但在民生领域，特别是医疗健康这种关乎生命的事情上，应该放下成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小林也深有感触，以前总觉得台湾小，资源少，发展空间有限，现在才明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台湾在很多民生领域做得比大陆好，值得大陆学习。同样，大陆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也给台湾带来了很多机遇和启示。两岸如果能优势互补，民众的福祉才能真正提高。说到这里，我不禁感慨，疾病无国界，健康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希望通过小林和阿辉这样的两岸家庭，能搭建更多民间交流的桥梁，让两岸民众在医疗健康等领域有更多合作，共同提高生活质量。每当我听到像小林父亲这样因为两岸医疗合作而获得重生的故事，我就更加坚信，尽管两岸在政治上有分歧，但在民生领域，特别是关乎生命健康的医疗上，两岸应该也能够找到合作的空间。很多时候，我们对彼此的误解源于信息不对称，就像小林一家人原本对台湾医疗的误解，源于他们缺乏真实的了解，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体会到差异所在。而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了解到台湾医疗的优势，全民健保制度确保了医疗的可及性、医患关系和谐融洽，防医学得到重视，某些专科领域研究深入，医疗服务质量高，这些都是大陆医疗体系可以借鉴的地方。同样，台湾也可以从大陆医疗的快速发展中获得启示。尖端医疗设备的普及、医疗信息化建设、医药的创新应用、医学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大陆都有其独特优势。小林和阿辉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医疗健康这个关乎生命的领域，有绝对的输赢，只有互相借鉴，共同进步。希望未来有更多像小林父亲这样的患者，能够得到最适合的诊断和治疗，不再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错失康复的机会。也希望两岸在民生领域，特别是医疗健康方面的交流合作能越来越多，让两岸同胞都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共同迈向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别忘了点赞、转发、评论，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